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回到科技美学真的很抱歉啊，过去的1个月多的时间呢，我们那其实我们还是做了很多事儿啊。那过去的1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以及哈尔滨的3所大学我们在清华、理工和黑大呢，和同学们交流了很多。好了，那我们不说那么多闲话了，总之我们回来了好，那回来的第一项任务呢，仍旧是把之前挖好的坑填上啊。之前拖了很久的呢，就是摩托的360。不过呢，它现在有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那就是由苹果公司所推出的 Apple Watch。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会为你对比目前市面上最受关注的这2款智能腕表。Apple Watch 呢，采用了和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边框类似的圆角矩形加上曲面玻璃的设计。那造型上呢，比较倾向于一块电子表。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呢，同样是方形智能手表，三星LG 的产品都被喷各种丑啊。而现在很多媒体对于 Apple Watch 最多的词是见仁见智，仁者见仁啊。虽然道理我都懂但是与之相比呢，摩托360的造型显然更符合传统手表的审美习惯。圆形在显示的面积上会有明显的优势，在这个尺寸下呢，圆形表盘的摩托360甚至比38毫米的 Apple Watch 要多出1倍的展示空间。当然了，面积的利用率方面呢， Apple Watch 的方形更符合软件开发的习惯。好了，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呢，不论是摩托360还是苹果的 Apple Watch， 它们在做工上都是足够优秀的。不过呢，它们在材质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那我们手中的运动版的 Apple Watch 呢，采用的是阳极氧化磨砂材质的外壳，那质量比较轻。前面的玻璃呢，也没有采用昂贵的蓝宝石，而是使用了一种被称为 Lonix 的玻璃。那因此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重量，使其更加符合运动风格的设计。摩托360呢，侧边是一圈不锈钢，但是后盖呢是一块塑料在长期的锈表当中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划痕，而且呢，上方表带连接的地方也出现了一点点裂痕，所以呢，在日常修表当中，大家还是应该爱护一些Apple Watch 呢，在右侧分别是有一个数码表冠和一个按键。从功能和理念上看，有些类似于 iPhone 上面的 Home 键和电源键。那特别是这个可旋转的数码表冠它是 Apple Watch 整个操作体验的核心所在。那相比之下呢，摩托360右边只有一个表冠，那功能上呢，更多是像手机上电源键的作用了，主要是用来唤醒、关机和快速打开设置。摩托360呢，由于自身的特殊性，配对呢需要谷歌服务和翻墙等一些前期的操作，之后呢需要装摩托罗拉服务和 Android Wear 这2个应用。相比之下呢，苹果的 Apple Watch 配对就显得容易多了。在升级 iOS 8.3 之后呢，打开 Apple Watch 的应用，依照提示一步步操作，那最后呢 Apple Watch 应用会把你手机上安装的第三方并且支持手表的软件呢同步到手表上，比如现在的微信QQ支付宝、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等等注意，如果软件比较多的话呢，同步的时间会比较长。
手表的屏幕呢，并不像手机那样追求色彩还原和高 PPI， 但是作为电子表呢，在户外显示屏幕的亮度会直接影响你看时间的效率了。那对比之前呢，我们先要说明一下，在 Apple Watch 自带的所有表盘以及手表的所有 App 的背景当中都是黑色的，而且是无法调整的。那为了测试一致，我们只好选用一张浅色的图片来与 Moto 360做对比。在户外的阴影处呢，两块表的显示亮度相当。当我们慢慢的从阴影处转移到阳光直射的地方呢，肉眼观看的亮度上区别也不大啊。好在即便是在中午时分的强光，只要不冲着天空反光看呢，两块表显示情况都是不影响观看内容的。在暗光处的亮度上呢，由于 Moto 360是5级可调，而 Apple Watch 呢是3级可调，所以 Moto 360的亮度下潜的可以更暗一些。也就是说呢，在晚上黑暗的地方，你掏出来看时间没有那么刺眼。而且呢 Moto 360是支持自动亮度调节的，那目前的 Apple Watch 呢，则只有3级的手动亮度调节。由于手表呢是佩戴在手腕上的设备了，那么震动是它一个重要的提醒方式。那么震动的舒适程度呢，是我们重点需要考察的。当 Apple Watch 闹钟响起的时候呢，苹果表的震动是非常舒服和细腻的，而且呢，随着闹钟的音乐会有节奏的震动起来。而 Moto 360则比较一般了，震动稍微粗犷一些，虽然不能说太差，但确实比较生硬。除了震动的区别呢，在外放上面呢 Moto 360是没有外放喇叭的，只有一个麦克风，也不能像苹果表那样正常的打电话了。而 Apple Watch 呢，则是喇叭、麦克风一应俱全。那具体的通话效果呢，我们后面会有测试。好，那手表呢与手机不同啊，如何在如此小的屏幕上有效的显示信息，并且流畅的操作，是非常考验两个平台的区别和差异的。那 Moto 360呢，在界面上更多的是沿用安卓 5.0 上面的卡片式的设计语言，操作基本上都是通过滑动来实现。比如右滑就是相当于手机上的返回手势，在表盘界面上单击一下可以弹出应用列表，它所能做的大多数功能呢，都可以在这里找了。而在表盘下拉呢，可以调出一个各种开关的按钮，下面呢显示的是电量、日期。继续右滑呢，还有模式、亮度以及设置的开关。那相比之下呢 Apple Watch 的界面和操作就更多一些。在表盘界面下滑是单独的通知页面，上滑是调出快捷视图。最左边呢开关按钮和查找方式，右滑呢有电池、计步、天气、导航和快捷方式等。那在 iPhone 上呢，可以自定义它们的数量和排序。表盘上呢，按下数码表冠就能够进入类似蜂巢式的程序界面。而在操作使用上 ，Apple Watch 的压力敏感屏幕除了支持扫、滑、点击之外呢，还可以识别用户的手指力道，并且呢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那 Apple Watch 呢有许多应用啊，有隐藏的菜单或者额外的功能选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力按压屏幕才能将菜单调出。实时导航定位啊，对于手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 Apple Watch 呢，内置的地图应用是高德地图，那定位的速度和精度都还算可以。导航的时候呢，用力点按界面还可以通过语音搜索地址，并且提供导航的路线。那如果搜索的地点是餐馆或者是旅游景点的话呢，还会有相应的评分。可以说是把手机端的常用功能都移植过来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只用手表是怎样进行导航的。首先呢，我们打开地图定位，再用力点按屏幕，呼出搜索界面，选择相应的地址呢，它会规划好路线，之后呢，会根据它们上面的文字和地图图示指标来走。一般来说还是不会走丢的啊。Moto 360呢自带的英文系统目前在国内是无法进行导航的。那即使你装了出门问问等软件啊，那导航定位功能的体验也很不好。那除非你刷了第三方的 TakeWare 系统啊。
还有一个对于自拍狂魔比较有杀伤力的功能，就是遥控拍照。那虽然这个功能并不难做到啊，但是 Moto360自带的并没有这个功能。而 Apple Watch 的应用里呢，相机可以远程连接上，并且打开 iPhone 的相机，通过手表的取景和快门按钮完成拍照。好，智能手表呢，除了作为手机的延伸之外，各种传感器监测你的健康和运动数据也是必备的技能。那 Apple Watch 上面呢有2个相关的应用，一个是健身，一个是健身活动。在日常的使用中啊，健身活动会更加贴近你的生活。根据自身的条件设定后呢，每天通过站立计步来计算消耗的卡路里，从而检测你每天的运动量。对于天天趴在电脑边啊，吃饭都不愿意下楼的上班族来说呢，记录这些数据还是并没有什么用啊。懒就是懒，与手表没有关系啊。Moto360的健康管理啊和 Apple Watch 类似，不过摩托罗拉特别的心脏活动追踪界面呢，还是能够定期测量你的心跳，评价你是否达到了应用建议所要求做到的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有氧运动。为了检测这2块表的计步精度，我们特地把它们戴在同一手腕上进行了测试。在240步的下楼测试当中呢， Moto360 测出了196步，而 Apple Watch 呢只有101步。那请注意，我们在下楼的时候啊，通常很少大幅度摆臂。那平行步行300步，那 Moto360 呢测出的是319步，而 Apple Watch 呢则是279步。那经过多个场景的反复测试呢， Moto360 的计步总是比 Apple Watch 更多一些。好了，那这项测试说明呢，通过摆臂计步的这种方式，在很多场景下是并不准确的。那目前的智能手表和腕带手环呢，更多的监测的是你运动的趋势，它们的意义更多的是帮你做计划和规划。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我们打开微信，选择通讯录，点开订阅号，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输入科技美学。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向我提问。每天呢，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手表的逼格呢，除了表身之外啊，表带也可以有重要的加成。而智能手表的用户人群呢，很大一部分是注重个性化的年轻人。Apple Watch 呢更换表带非常的容易，只需按一下卡扣就可以拆卸。那官方的表带呢，选择样式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目前在淘宝上也有大量的第三方表带可选。而相比之下呢， Moto360 用传统的表耳固定的表带呢，则更换起来就要麻烦一些了。作为一个电子表呢，可更换的表盘啊，是与机械表区别的一大乐趣了。Moto360 通过表盘长按就可以呼出表盘的更换界面，那 Apple Watch 呢，则是通过用力点击呼出。那两者呢，都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更换多种样式的。不过呢，由于 Moto360 开放了第三方的接口，在表盘的样式数量上比 Apple Watch 更加丰富，而 Apple Watch 呢，只有官方自带的10种样式，不过质量都还不错啊。那自定义的话呢，只能在官方提供的样式下面更改一些显示信息和颜色。在电话进来的时候呢， Moto360 虽然有接听的按钮啊，但是由于没有喇叭，没法同时进行，所以呢，你只能选择是否挂掉。Apple Watch 呢，点击接听后就可以通过手表的麦克风和喇叭正常接听电话。那下面呢，我们演示一下在户外拨打电话的过程。好。眼神稍微不好一点的可以。真是。喂 ，Hello， 你在哪儿呢？我看现在路嘛。啊，那个什么，你什么？你吃饭了吗？你上哪儿去吃饭一会儿？
你去找郭文和姜子牙啊？哦，那好巧，我们3个在一起，那你来找我们3个吧。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当手机上收到一个短信的时候呢，摩托360是以通知的形式显示在手表屏幕的下面。那查看的话呢，上滑打开消息卡片，继续右滑出现回复按钮。那回复呢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成中文发送。我在测试苹果表，或者自带一些简单的用语。Apple Watch 呢，收到短信时会及时的显示出来，查看比较方便。向下滚动会有回复的按钮，不但可以输入语音转文字消息，而且也可以选择表情来发送。在微信、QQ 等即时通信软件方面呢，在 Apple Watch 里更像是一个简化版，可以找到最近联系人，主动发送语音转文字消息，或者选择表情来发送。而此时呢，对方的 QQ 上会显示你正在使用 Apple Watch， 无形中又装了个。那微信的功能和 QQ 类似了，不过还有个朋友圈的按钮，在手表上你也可以刷朋友圈。那虽然显示屏比较小啊，但是刷图片啊、点赞啊、评论啊这些功能都一应俱全。不过呢，在微信的聊天上啊，最常用的语音都是无法直接播放的，想听你还得到 iPhone 上面来查看。不论是在 QQ 还是微信上发消息呢，都不能查看所有的联系人，只有最近的几个。所以呢，它更多的还是倾向于被动的回复，而不是主动的发送。那这也是 Apple Watch 作为一个手机延伸智能设备的理念。摩托360呢，手机在来 QQ 消息的时候，并不会有任何的通知，更别说回复了。那微信以通知的方式呢，显示微信消息无法打开。如果是语音的话，你也听不到啊，只能看到语音2个字，但是呢，却可以用麦克风来回复语音消息。这种体验呢，实在是有点挑战我们的智商的感觉啊。虽然微信有推出一个微信手表，但是目前其功能简陋到几乎可以忽略了，所以并没有什么用。在国人最常见的社交即时消息类软件方面呢， iOS 平台的号召力和对大陆市场的重视呢，让 Apple Watch 现在的基础功能都做得不错。那唯一不能收发语音有点遗憾啊。而搭载原生英文系统的摩托360呢，由于外放喇叭的缺失以及你懂的原因啊，在现阶段的软件体验方面基本是完败。系统上的区别呢，基本反映出了2个平台在国内的优势。Apple Watch 呢，继承了 iOS 的大部分操作逻辑，而且呢，苹果对于大陆地区支持的非常好啊，自家一系列的应用服务都可以使用。而摩托360呢，则需要一些技术上的门槛才能连接安卓正常使用了，而且呢，自带呢也没有中文系统。不过呢，摩托呢是可以考虑刷中文的第三方系统啊，比如 TakeWare。当然，通过刷表线啊来连接摩托360刷表还是有一些麻烦。2个平台呢，在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上面呢，都有适用于手表的第三方专题应用。不过呢，看到 iOS 平台的微信、微博、支付宝几个国人必备的应用呢，就知道 Android Wear 呢已经输了。那虽然 Android Wear 的应用看起来并不少，但基本上都是英文的，除了你看不懂之外呢，本地化也没有啊。虽然呢有像百度手表啊、微信手表啊这些中文的 Android Wear 应用啊，但是数量和体验上和 Apple Watch 还是差别比较大的。不过我们想一想呢，谷歌当初在设计 Android Wear 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市场。不过别忘了，摩托罗拉现在已经来到了联想旗下，我们非常迫切的希望联想能够快一点将摩托360或者是它的继任者完整的引入到中国市场。作为智能设备呢，续航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特别是智能可穿戴设备。在充电方式上， Apple Watch 是 MagSafe 的磁力充电，而摩托360呢是 QI 无线充电。那工作方式和市面上现有的无线充电器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摩托360啊，对自带以外的充电器啊，还是适用性更强一点。比如 Apple Watch 的磁力充电也可以给摩托360来充电，通用的 QI 标准的充电板呢，也能给摩托360充电。
由于手表呢并不像手机那样可以做专门的续航测试了，所以呢我们从早上把2块满电的手表同时戴在一个手腕上，那工作量呢尽量保持一致了，回复几条消息，处理几个通知、健康、计步等等。通过一整天的装，晚上睡觉前呢把表拿下来的时候呢，摩托360剩余 20%， 苹果呢剩余 27%。第二天呢再重复测试，摩托360呢剩余 28%， 苹果这边呢剩余 37%， 那相差呢基本是在 8% 左右啊。不过呢在待机上，也就是不使用手表的时候，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到摩托360的掉电更快一些。在经过了开始那几天的频繁使用后，正常频率下的日常使用，一天的话呢，2块手表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好，那这里要多说一点了，在去年我们科技美学曾经测试过多款腕带手环类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在早上叫我们起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方便的点，就是震动提醒。震动手腕方式的提醒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啊，因为它不像闹铃那样会吵醒别人。对于单身狗来说呢，就好像有人在推你起床。但是这2块手表啊，由于都是一天充的机器，所以晚上必须充电。那么震动叫醒这项体贴的功能呢，就完全实现不了了。当然了，如果你以前戴表的习惯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它摘下来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像我这样从来不摘表的话呢，就会去纠结这一点。价格是我们购买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了，而这2款产品的差价是比较大的。摩托360在价格调整之后呢，甚至不到 Apple Watch 最低配版的一半价格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是摩托360由于没有行货产品，所以你要购买的话呢，只能通过第三方的水货渠道。在售后服务方面呢，显然苹果这边更有优势一些。好，那智能手表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也不可能代替手机的体验。智能手机呢，现在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平台和软硬件2方面呢都已经很完善。所以呢，从目前的购买驱动力看呢，要么你认为智能手表是科技的时尚品，要么你有戴机械表的习惯，要么就是为了解毒。当然了，其实最后当你真正要购买的时候啊，你用什么手机已经限制了你最可能买谁。那如果你是一个安卓用户啊，用苹果表的前提是首先你得有一台 iPhone， 而如果你是一个 iPhone 的用户呢，除了苹果表之外啊，连接摩托360也可以实现部分的功能，而且呢，其只有 Apple Watch 一半的价格。作为智能硬件呢，从颜值上说，摩托360圆形的设计使它更符合人们对于腕表的传统审美观念。不过呢，如果你想在国内非常顺畅地使用它，刷一个中文系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没有外放喇叭呢，使它在通知方面就有了很多的限制。而从可玩性、功能性上说呢，尽管 Apple Watch 比摩托360晚上试了大半年的时间啊，但是由于它拥有较高的完成度以及国内众多第三方软件的强力支持，使得你很快就可以在上面找到你想要的功能。不过较高的售价和仁者见仁的造型啊，是目前它让人纠结的地方。对于学生群体以及刚刚参加工作、预算并不充足的消费人群来说呢，智能可穿戴设备并不是你的必需品，它们更多的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当然，正像我们前几天在清华大学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所提到的，这些智能可穿戴设备目前还处在第一代的初级阶段，但是任何美好的未来都需要有一个简陋的开始。欢迎你来做科技发展的见证者。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科技美学测评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的全程关注。想看到更多客观真实的数码产品测评呢，你只需要搜索科技美学就可以了。也非常欢迎你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特别是我们的公众微信。每天呢，我都会在这里和你共同的交流。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大岩，我们下期再见。哦，谢谢，不用吹了，不用吹了。
一直答应大家要换衣服，但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有很多朋友问到这些智能腕表和不同的衣服搭配是什么效果呢？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美学，我是拿言。